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吃的一款麻酱凉面，没有华丽的配料，只有简单到不行的小黄瓜跟豆芽菜，经典口味，永远都吃不腻。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做芝麻酱之前呢，我会先煮糖醋水。你需要准备300cc 的冷水，还有黑糖50克，三温糖15克。其实使用任何喜欢的糖都可以，不过不同的糖会带来不同的风味。因为黑糖不是很甜，所以我多补了15克的三温糖进来。然后是本味淋30cc 跟清酒15cc， 不能饮酒的人呢，用水替代就可以了。最后是酱油50cc， 醋的部分不要一起煮，等一下再加。先把这些材料统统放到锅子里，开中火煮滚，大概煮到糖溶解开来，就差不多可以关火咯。先把它倒出来放凉备用。等待的时候来准备芝麻酱的部分。制作芝麻酱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芝麻了。如果你没有研磨器或者是调理机，你可以买现成的芝麻粉来替代。我买的是低温烘焙好的芝麻粒，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。如果是用芝麻粉的话呢，建议是新开封的，因为芝麻一旦研磨后，风味就会流失的比较快。再来就是花生酱的部分，我买的是有机的花生酱，建议是选择无糖的。麻酱的配方里面呢，我多加了这个秘密武器白味噌，你也可以用红味噌，不过麻酱的颜色呢会变得比较红一点。除了芝麻之外，你还需要纯正的白芝麻油，因为我们自己做的芝麻酱油脂是不够的。我今天不用机器示范，用这种研磨钵就可以了。先把芝麻粒放进来，芝麻粒的分量呢大概是35克，轻轻的捣碎。没有研磨钵或者调理机的人，直接买芝麻粉就可以了。像这样芝麻粒经过碾碎，很快就会释放出香气来，研磨到结块的粉粒状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把花生酱放进来，如果有坚果粉也可以放一点进来，这样会多一个坚果的香气。然后是白味噌，跟芝麻同比例的芝麻油。芝麻油跟香油是不太一样的哦，香油是有混合其他的油，芝麻油是100%纯正的芝麻油。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混合均匀。这部分呢，你也可以用打蛋器来搅拌混合，直到它们融合为止。先把芝麻酱倒到碗里。芝麻酱我自己比较喜欢少量现做，不喜欢一次做很多。除了风味比较好之外，我也怕自己忘记浪费了食材。这个芝麻酱呢，除了做凉面之外，还可以做很多好吃的料理，非常的好用哦。现在来煮一锅水，等一下要汤面用的。这时候呢，来切一点小黄瓜，先切成片，再切成丝。我今天使用的是市售的油面，因为这是现成的油面，我通常会过一下热水，这样会比较卫生一点。我们今天做的是凉面，现在面是热的，我会加一点冰块跟冷开水降温一下。嫌麻烦的人可以省略哦。这时候呢，再度的开火。等水滚了之后，把豆芽菜放进来烫熟。豆芽菜如果没有煮熟，吃起来会有一点苦味。大概煮1分半左右，捞起来沥干放凉。等
等待的同时呢，我们来煮一碗味噌汤，搭配一下凉面，切一点葱花。最简单的配料呢，就是豆腐啦，便宜又容易取得。等这个昆布柴鱼高汤煮滚后，加入1大匙的清酒，1匙的酱油。汤滚了之后，再把豆腐放进来。像这样，豆腐都浮上来了，就可以关火咯。最后再放入味噌，我会放2种不同的味噌，会有2种不同的风味。煮味噌的时候呢，可以用一个漏勺这样煮，味噌才会均匀的散开。像这样非常简单的豆腐味噌汤就完成啦。这时候就可以来组装一下我们的麻酱凉面。糖醋水呢，要等到完全冷却才可以把醋放进来哦，这样醋的酸味才不会跑掉。我大概加入80cc 左右的米醋，醋的比例可以随个人喜好做调整。有吃蒜的人呢，可以准备一点蒜泥。如果没有加蒜泥，就是素食的凉面咯。这个芝麻酱的分量呢，大概可以做3人份，大概是100克左右。糖醋水的比例大概是芝麻酱的2倍，也就是100克的芝麻酱用200cc 的糖水来调匀。这个糖醋水可以做6人份，没有用完可以放冰箱保存1个礼拜哦。最后把蒜末放进来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搅拌到融合，芝麻酱汁就完成啦。这是刚刚处理好的油面，一点小黄瓜丝，一点豆芽菜，然后把酱汁直接的淋上去，来一点干辣椒或者是辣油装饰一下。料多味美，非常好吃的麻酱凉面就做好啦。然后再捞一碗豆腐味噌汤来搭配今天的凉面，放入一点海带芽，一点葱花，装饰一下。你也可以再放入鸡丝进来，就是好吃的鸡丝凉面咯。鸡丝的做法呢，可以看我其他影片的示范。哇，看到这个麻酱凉面，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叫了。那我要开动咯。果然自己做的芝麻酱汁，芝麻的香气非常的足，再加一点核桃进来的话，一定更好吃。有吃辣的人呢，来一点辣油也很棒哦。芝麻凉面搭配豆腐味噌汤，永远是经典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